怎么回事？这婚王家！二姑娘这是做什么呀？婚礼还没成，怎么能掀盖头呢？揭了盖头，才方便和晋阳王府的人说话。今日我平远侯府不会有人上你晋阳王府的花轿，请回吧。二姑娘胡说什么呢？晋阳王世子还等着冲喜，有什么话闪二姑娘进了晋阳王府大门再说也不迟。二姑娘别忘了，晋阳王府可是唯一的异姓王。晋阳王府的权势我知道，不用孙妈妈提醒。今日我不会上这花轿，是因为世子压根儿就不需要冲洗，他很快就会醒过来。沈二姑娘就这般笃定，若是我家世子爷醒不过来呢？若他醒不过来，我沈棠给他陪葬。沈二姑娘不惜以自己的命赌我家世子爷没事，为何就是不愿上晋阳王府的花轿呢？与你家世子有婚约的人是我长姐，若是冲洗不管用，我自会守寡，嫁了也就嫁了。可你家世子不会有事，那我们姐妹以后还如何相处？长姐是我在这世上最亲的人，我不能明知道你家世子不会有事，还抢他的婚事。世子爷眼下昏迷不醒，沈二姑娘凭何笃定我家世子爷就一定没事了？我们奉命前来迎亲，沈二姑娘仅凭3言2语就想让我们回去，王爷降罪，我们担待不起。不管怎么说，是非要让我上这花轿不可了。夫妇，你这样，我去和晋阳王交差了。都别动，放沈二姑娘回去。姑娘，快扶我去祠堂。是。世子爷，先回府。是。沈棠她上花轿了吗？真是事儿多，早点替嫁不就好了吗？非要我装病，我的手都泡皱了。你杵在这站着干嘛呢？二姑娘没有上花轿。你说什么？今早二姑娘当众掀了盖头，还说今日不会有人上晋阳王府的花轿，将花轿拒了。沈棠是疯了不成？连晋阳王府的花轿她也敢拒？要是这样也好，她拒了晋阳王府的花轿，叶贵妃和圣上定然会勃然大怒，到时候降罪于她，我正好名正言顺，可以不嫁入晋阳王府。那姑娘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去祠堂送她最后一程。你不愿替嫁，大可以直说，又没有人逼你。你一个人不痛快，要让整个侯府遭殃吗？二婶就不好奇，为什么我赌上性命，也不愿意上晋阳王府的花轿呢？好啊，那你倒是跟我说说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父亲，我会在祠堂一直跪到晋阳王醒来为止。等他醒来之后，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。我看你是疯了是不是？
这么多太医都治不了，其实你说他能行，就能行的。我说他能，他就一定能。够了！晋阳王府的花轿已经被送走了，现在除了祈祷晋阳王世子得救外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唐儿，为父再信你一次。只不过这次我是赌上了我平远侯府的所有身家，千万不要让为父失望。哼！这个沈航怎么这么笃定晋阳王世子会醒过来？难不成他知道什么？不可能，连太医都说无药可医的人，怎么可能会醒过来？一定是他在虚张声势。等过了今晚，我看你还怎么跟晋阳王府交代。哼！姑娘，若是晋阳王世子有个三长两短，姑娘您可就……谢归墨他不会死，我也不会死，他一定会醒来的。被害失踪的大哥，被活埋的二哥，我必须尽快让父亲相信二房包藏祸心。只要能让父亲相信，哪怕只是埋下一颗怀疑的种子，这皮肉之苦我就没有白受。明日你便向外说，泾阳王府的世子已经醒了。可是世子爷，陛下吩咐，事情没解决之前，您不能回京。让你去说，你去说就是了。皇上那边，我自会去解释。李姑娘，我家世子为你实在是付出太多了，你们何时才能修成正果？请苍天成全这对苦命鸳鸯吧。唐儿，父亲，泾阳王世子醒了。他醒了？明明前世谢归墨是成亲第2天才醒的，这一世怎么会提前这么多？怎么人真的醒了，你反倒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？没什么，女儿只是没有想到他竟然这么快就醒了。唐儿，你是怎么知道世子一定不会有事的？父亲，说是我说，这一切都是母亲托梦给我的，你会信吗？昨日母亲她托梦给我，她说今日泾阳王他一定会醒，她让我不要提假，否则疑患无穷。女儿原本也是半信半疑，可是这是她同我说的所有的事情中最普通、最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。女儿担心其他的事应验，所以这才铤而走险，斗胆拿自己的性命去验证。你母亲她还说了什么事？父亲，大哥他当年在灯会上走失，不是意外，也不是舅舅的疏忽，而是二叔二婶算计。不可能，你二叔他不可能是这样。父亲，女儿知道你与二叔情同手足，你不愿意相信他害死了大哥，可是我与大姐又何尝不是情同手足呢？真正出了事儿，他还不是一样把我这个亲妹妹往火坑里推？父亲，我求你了，你相信我。母亲她告诉我，她说大哥还活着，他现在应该还在京都。你还是不愿意相信我？无妨，女儿自己一样也能找到大哥。只是父亲，你答应我，我虽然不奢望你去查二叔，但是你一定要对二叔
存有一丝疑心，留有一丝防备。你答应我好不好？父亲，女儿已经没有母亲了，女儿真的不想再失去父亲。父亲，母亲还让我告诉你，你的玉佩落在她坟前了。姑娘这是何苦呢？世子爷醒了，可是您却遭罪了。只要让父亲能相信我，这一切都值得。桃儿，这件事情我从来都没有跟别人说过，你是如何知道的？父亲愿意相信桃儿说的话了。你母亲她还说了什么？母亲她还说，大哥他还活着，就在我们身边。大哥就是我们认识的人。桃儿，在没有找到人之前，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，让爹好好缓缓。是。其实到死，沈儿也没有告诉我大哥的下落。这毕竟父亲的办公说，想必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大哥。你说什么？晋阳王世子醒了？传话的人是这样说的。老爷一大早就去祠堂叫二姑娘，想必应该是真的。只说无药可救吗？怎么就醒了呢？涵儿，你冷静一点。冷静？我怎么冷静？怎么会呢？世子怎么会醒？世子怎么会醒呢？要是让世子知道，我宁愿装病也不嫁给他。他会怎么处置我？涵儿，不会的，涵儿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做得很隐蔽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交给我，我去帮你铲平一切。二婶，安心不怕，有我在。二姑娘，老夫人让你去松鹤堂一趟。扶我去松鹤堂？姑娘都伤成这样了，老夫人就一点都不心疼姑娘您吗？是二太太要求的。那姑娘还去？正因为如此，我才更要去。母亲死后，将东会交由二婶执政，这府邸上下没有一人会听她。想要扳倒她，必须瓦解她的祖母心中的地。给祖母请安。你伤成这样，怎么还来祖母这儿啊？我知道今日的拒嫁之举惹恼了祖母，祖母派丫鬟来找，不敢来。你怎么知道晋阳王世子不用冲洗也没事儿？是啊，妹妹，难不成你早就知道，所以在这里演了一出戏？梦里母亲告诉我的。梦里的事你也信？就为了这个梦，让我们整个侯府遭殃吗？我信的是我自己的母亲，不是别人，是一个在我最受伤的时候还能保护我的人。你母亲生前最疼你，你听她的也应该。但是妹妹，你好歹也要告诉我们大家一声，而不是在这里自己擅作主张吧？让我替嫁的时候，不是也没人找我商量？若无别的事，我就先告退了。快，扶姑娘回去。姑娘，快，扶姑娘回府。你看看你们干的好事，还不快！奴婢总算知道为什么姑娘明知道是二太太找姑娘去的，还要去松鹤堂了。姑娘您晕倒后，老夫人特别担心您，质问二太太为什么不顾姑娘您的身子，还要您过去，把二太太和大姑娘给骂惨了，还罚了二太太1个月的俸禄。祖母平日里礼佛，对二太太做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次是她做的太过了，以后至少明面上她对我得过得去吧。
二姑娘在松鹤堂晕倒，老夫人呢心疼坏了，见您迟迟未醒，她老人家不放心，吩咐奴婢过来瞧瞧。让祖母担心了，是我不孝。老夫人知道二姑娘受委屈了，她也心疼，特意命奴婢带东西过来。这些呀，都是老夫人赏给二姑娘的。二姑娘，你好生休息，那老奴就先回去了。辛苦王妈妈。娘的镯子，祖母赏我了，你看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姑娘，这是夫人当年的陪嫁，没想到老夫人竟然把这套首饰送给您。前世祖母把这套首饰给了沈儿，她还特意在我和谢归墨回门那天戴上。煽动祖母动怒，原来就是你，都收起来。姑娘重姐妹情，现在府外的人都说姑娘傻，明知道嫁给晋阳王世子不会守寡，还拒绝这么一桩好的亲事。姑娘为什么不愿意嫁给晋阳王世子呢？姑娘为什么不愿意嫁给晋阳王世子呢？妹妹，晋阳王想娶的人是我，不是你。他喜欢的人是我，现在他已经醒了，还请妹妹把他还给我。姑娘不愿意嫁人，该不会是有了意中人吧？那盏姑娘极为在乎的琉璃灯，不会是心上人送的吧？等我上门提亲，你就知道我是谁了。姑娘，刚才街上玉器铺子送来一个锦盒，说是捡到姑娘扔掉的花灯碎片，觉得可惜，几个老师傅花2天时间修补好了，说这次修好，以后都不会开了。玉铺子用金丝银线修补的，肯定坏不了。都扔了吧。姑娘，都破成这样了，拎出去，岂不是遭人笑话？以两世为人。前世为了一个看不见脸的男人魂牵梦萦，结果嫁给谢归墨后，他再也没有出现。后来嫁给谢归墨，所有的感情都在那4年就消磨殆尽。世界怎么会因为一盏霓虹灯在起伏？上天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，为了帮助我的世界观，就让这些事随风而散。银仙姐，要扔吗？拿去扔了吧。哎，等等，还是交给我吧。万一姑娘只是一时之气呢？扔了可就找不回来了。一盏灯而已，占不了多大地方，还是留着吧，以防万一。世子爷，锦盒给唐姑娘送去了。世子爷，属下还是不明白，您为什么不跟唐姑娘说清楚呢？您当初明明是去求娶她的，只是侯爷认错了人，下错了庚帖，才将您和沈家大姑娘定了亲。陛下命我去查叶贵妃娘家潘墨赈灾款一案，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，我不能暴露身份。明日你便去平远侯府把亲事给退了，待事情处理完成，我自然会向他解释清楚。是。姑娘伤还没有完全好，过几日再去给老夫人请安，老夫人是不会怪罪的。今天必须出府，我还有要紧事要去找外祖母。祖母，大夫让你静养，你怎么又来祖母这儿了？快坐下。是。一点小伤而已，不碍事的，老祖母担心了。人都晕倒了，还说是小伤啊？祖母知道你有这份孝心就够了，以后啊还得以自己的身子骨为重啊。是。母亲，我刚刚去看了大姑娘了，她昨日回来染了风寒，这人呢消瘦了一大圈儿，我这看着都心疼。您要是看见了，
可更是心疼坏了。怎么这么严重啊？是，这事儿是我的不对了，想拒嫁又没和长姐商议，害得长姐在井水里泡了一整天，这才让她病倒了。明明就是丫鬟偷懒了，昨晚忘了关窗户，才让大姑娘寒气侵体了。我怎么没听过是泡井水泡病的？这事儿在府里都传开了，二婶不会没听说吧？你们呢？你们都没听说吗？什么时候平远侯府竟然养出这样一个弄虚作假的女儿？母亲，你息怒，要怪就怪大昭寺那支签不好，说是克夫，要不然大姑娘断不会出此下策的。偏偏抽到这么一支晦气的签，说不定是有心之人为之吧。二婶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这事儿还是我做的不成？哎，我可没这么说，我只是提醒母亲，提防有心之人罢了。行了，都别说了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泾阳王世子也醒过来了，等着孩儿的病好了，就老老实实的嫁过去。是。老夫人不好了，泾阳王府要推掉和大姑娘的婚事。啊！你说什么？谁乱传的谣言？你敢诈服务传到老夫人这里来？不是谣言，侯爷一回府就让李管事清点泾阳王府送来的聘礼，要将聘礼送回去了。侯爷同意退婚了。泾阳王府竟然要退亲，快去请侯爷过来。是。母亲，泾阳王府当真要退亲？泾阳王府要退亲，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就直接答应了呢？母亲，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当初泾阳王世子需要这门亲事的时候，我们平远侯府的女儿不嫁，现在不需要了，难道不退啊？难不成要我平远侯府跟泾阳王撕破脸？那也不能说退就退呀。像泾阳王世子要娶我们大姑娘这般，他易如反掌。可是大姑娘再嫁这般家世的，可就难如登天了呀！闭嘴！家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了算？母亲，涵儿跟泾阳王世子的订婚玉佩是你手中，在涵儿手中，去拿来。玉佩呢？玉佩被大姑娘摔碎了。大哥，你莫要生气，这大姑娘一定是不小心的。什么不小心？看她分明就是故意的。当时不愿冲喜的是她，现在不愿退婚的也是她。事情做得不值，连退婚都退得不体面，哪还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？把令下去，妻子3个月哪儿都不能去。是。什么？大哥，您这未免罚的也太重了点。我惩罚我自己女儿，二弟妹好像比我还关心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毕竟涵儿是我一手带大的呀。再怎么说，沈涵也是我平远侯府的嫡长女，二弟妹平日没事来我府里转悠。定亲玉佩即便碎了也得还回去。母亲，还是先告退。母亲，儿媳也先告退了。看来父亲已经开始怀疑沈涵和二太太的关系了。不枉我做了这么多苦肉计。不过泾阳王府怎么会突然退亲？上辈子好像没有这件事。那堂儿也先行告退了。姑娘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去外祖母家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她。是。今日因为我的冲喜，让泾阳王世子醒了，各大世家纷纷打起了冲喜的念。算算时间，现在永宁伯府应该已经去外祖母家提亲，我一定要阻止这一悲剧的发生。世子爷，平远侯府的婚退了，不过陛下那边召您入宫解释。
江老爷官拜御史，江家又是诗礼专家，等江姑娘嫁进来了，我们永宁伯府不会亏待她的。好，好。老夫人，表小姐来了。堂儿，给外祖母请了。堂儿，堂儿，快来，让外祖母好好瞧瞧。你不是伤了吗？怎么不在府中养伤，来江家了？堂儿今日前来，是替母亲向外祖母和外祖父请安的。江家，对不起你父亲和你母亲。母亲给堂儿托梦，说她并不责怪江家，她让祖母和外祖父保重好身体，也要保护好表妹，免得她被有些黑心烂肝的人给送进了去。老夫人既然有贵客要见，那我就不叨扰了，先告辞了。哎，这永宁伯夫人怎么了？想来应该是心虚了。心虚？外祖母刚才是否在给表妹商量提亲的事？是，怎么了？永宁伯世子身染恶疾，病入膏肓，命不久矣。一旦病逝，这世子之位就是李三少爷的。永宁伯夫人现在竟有心情给自己并不着急议亲的嫡次子议亲，不觉得奇怪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永宁伯府打的这是偷梁换柱，借嫡次子的幌子，给病入膏肓的世子成亲冲喜，真是欺人太甚！这永宁伯府竟敢如此诓骗我江家！祖母，来，外祖母，您当心别气坏了身子。我怎么能不生气呀？要不是你及时进来，我就晕昏了。外祖母，你现在知道也还来得及。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还没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啊？在梦中，母亲告诉我，大哥他还活着，而且人就在京都。外祖父和舅舅不必找人再去寻了。是真的吗？你大哥在京都，你没骗外祖母吧？等找到了大哥，外祖母就知道我不是在骗你了。前世大哥就是跟随舅舅和表哥上街逛花灯丢失的。外祖母一家为了寻找大哥殚精竭虑，还和侯府断了往来。这辈子我一定要让江沈两家重修于好。表妹，你听我一句劝，千万不要嫁去永宁伯府。表姐，我记下了，以后我也不会跟他们再来往了。你母亲还有交代吗？祖母，春闱在即，两位表哥一定会榜上有名的，但是切记不要在春闱前去有水的地方。为何？祖母，你听我的便是。你知道我是不会去害他们的。祖母记住了。那今日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告退了。好不容易才来一回，姐姐不能陪外祖母吃顿午饭再回去吗？这一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了。以后我会多来叨扰的，若是次数多了，你和外祖母不能嫌我烦啊。外祖母只怕你能住在江家，日日在跟前瞧着才安息，怎么会嫌你烦呢？外祖母，那我就先告退了。堂姐姐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，性格变得沉稳许多。哪有人莫名其妙就发生变化？他娘死得早，上面还有一个处处压制他的长姐。他在侯府一定是受尽了委屈。您别难过，没听堂姐姐说吗？有大表哥消息了，只要找到大表哥啊，堂姐姐就不再是一个人，江家跟平远侯府的关系也会缓和许多。但愿如此。你说他娘为何只托梦给堂儿，不托梦给我呢？祖母，我也是他亲娘，我也很想他。
姑娘，未经过家里同意就来江家了，回去会不会挨罚？不会，我跟在父亲身后出的松鹤堂，紧接着就出府了。祖母一定以为是父亲同意的，祖母不敢责怪父亲，甚至提都不会提半句。天地若有你之间，红尘间。姑娘，你是看到什么人了吗？没什么，肯定是我看错了。旧人言，虽遥远言，心有梦圆。有星星牵。世子爷，差人把这个给他送过去。是。世子爷，圣贤难测。世子爷因为私自退亲一事又被陛下处罚，这个月再不破解昌平侯府，他莫赈灾款乱。世子爷和唐姑娘恐怕永远不会在一起。姑娘，这是靖阳王送过来的。姑娘，这是您成亲那日扔下的金簪，我就说怎么也找不到了，原来是被靖阳王府捡回去了。这样看，那个靖阳王世子还是个好人嘛。出去。姑娘，您害得大姑娘被退婚，她肯定不会放过您的。我让你办的事办得怎么样？姑娘吩咐的事我都做了，将二太太安排在我们院中的眼线全都发卖了出去。只是有一个人奴婢不敢动。谁？蒋妈妈。不知道姑娘是否记得10年前您和大姑娘同时从树上摔下来，当时负责照顾您的是夫人留给您的奶娘周妈妈，但是却被二太太以护主不利的名义给送去了庄子上，最后换回来的是她身边的蒋妈妈。我记得，当时沈寒故意从树上摔下来，周妈妈替我解围，反而被送去了庄子上。我怎么把周妈妈给忘了？银杏，你快去帮我办件事，来。给祖母请安。坐下吧。大夫让姑娘好生休养，昨儿个也不知道为什么事儿，这么着急出府。去了江府一趟。去江家也不用这么急嘛。母亲让我带她去江家拜见外祖父和外祖母，我不敢拖延，这胳膊也没有大碍，就赶紧把这事儿给办了。姐姐心疼二姑娘，欣喜江家，唯独不心疼寒儿。若是托梦给寒儿，咱们平远侯府和晋阳王府的婚事也不会被推理。都说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长姐心中从不想着母亲，母亲就是想给她托梦也办不到吧？要是母亲真给长姐托梦，要她嫁给晋阳王世子，二婶，你是会劝长姐听母亲的话，还是怀疑母亲就是死了也要爱长姐？二婶是会劝长姐听母亲的，还是怀疑母亲就算是死了也要害长姐？二姑娘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伶牙俐齿了？以前还真是小瞧了你。可能是大病了一场，醒了之后便清醒了不少。二妹妹，今儿怎么是自己来的？跟着的丫鬟呢？丫鬟在的，
只是进了院门之后，发现我的金簪不见了，所以就回去找金簪去了。金簪自然是要找的，但是身边也不能没了个丫鬟，不然以后我们王府来客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平远侯府嫡女身边连个使唤的丫鬟都不够呢。我周围婆子丫鬟多，不如分几个给二妹妹。如果二妹妹日后有相中的，再换回来也好啊。祖母，我瞧着祖母身边的这个秋桐就十分合眼缘，不如祖母将她赏给我，这样我也不用去找最合适的。秋桐是老太太的大丫鬟，怎么能赐给你？这样吧，二婶给你安排几个，手脚伶俐，办事灵光的。多谢二婶和长姐的好意，但是祖母，我就是想要秋桐嘛，求你了。一个丫鬟而已，祖母还会舍不得？秋桐，以后你就跟着二姑娘吧。是，多谢祖母。该死的沈棠，竟然让我插不上话。不过还好，青衣院里还有个蒋妈妈，就算秋桐去了，也不敢明着和我作对。小姐，怎么了？谁打的？是蒋妈妈的，是蒋妈妈打的。奴婢去找金簪，有个小丫鬟告诉奴婢说看见蒋妈妈在小道上捡了一只金簪，不知道是不是姑娘丢的。奴婢就去找蒋妈妈问，谁知道蒋妈妈说没有，还打了奴婢2巴掌。胡说，蒋妈妈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？长姐怎么知道没有？莫不是你见着？老夫人，奴婢就知道这小贱蹄子来找姑娘告奴婢的状。二姑娘，奴婢没有捡到你的簪子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派人去搜奴婢的屋子。是啊，祖母，蒋妈妈毕竟是府里的老人了。妹妹，你也不能无凭无据冤枉了蒋妈妈呀。奴婢没有冤枉蒋妈妈，昨天真是那个小丫鬟说瞧见蒋妈妈捡到的那只金簪，而且她说的时辰和蒋妈妈帮姑娘去劝大姑娘的时间对得上，所以奴婢才没有怀疑，就去找蒋妈妈要金簪。你这小贱蹄子，你敢栽赃我！你行了，吵吵嚷嚷的像什么样子？都别说了，秋桐，你派人去搜一下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还就不信，还有人能在你这个大丫鬟的眼皮底下蒙混过关。秋桐一去，真相一目了之。倒是二姑娘，刚从江家回来，就发落家里的老人，怕不是学了什么坏东西回来。那金簪可是我母亲留给我的遗物。二婶，你这么说，莫非是觉得母亲给我的东西不重要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行了，你说你跟一个小姑娘计较什么呀？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唐儿，别伤心了，金簪祖母一定会帮你找回来的啊！该死的沈棠，怎么突然这么会讨祖母欢心了？比我还会装可怜。可搜到些什么？奴婢带人把蒋妈妈屋子里翻了几遍，没找到金簪。祖母，你看，我就说嘛，蒋妈妈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？老夫人一信听信一小丫鬟，就怀疑奴婢媚下二姑娘的金簪，还请老夫人为奴婢做主，还请老夫人为奴婢做主啊！你还有什么事情没有禀告？奴婢是没从蒋妈妈屋里搜到金簪，但搜到了一张当票。当票？当票？奴婢屋子里怎么可能有当票？我明明出了当铺就扔了呀！当然是我让银杏放的。还是姑娘聪明，先让我将金簪放在蒋妈妈必经之路上，再让我派小厮盯着蒋妈妈的一举一动。当票蒋妈妈前脚生，后脚小厮就捡了回来。老夫人，这当票上当了个金簪，这是二姑娘所丢的那只。蒋氏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老夫人，奴婢冤枉啊！肯定是有人故意将金簪放在奴婢的屋子里，奴婢没有做过。这上面还有你的指印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来人，给他做指印比对。
老夫人，这两个指印一模一样。老夫人，这两个指印一模一样。蒋妈妈，我待你不薄，你若是缺钱的话，大可以跟我说，我绝对不会吝啬。你伺候我数10年，不会不知道这金簪是我屋中的东西，你就这么把它给当了。说是别的姑娘拿到手里也就罢了，若是没得说我与旁人私相授受。拿着当票去把金簪赎回来，这是死当，死当也得赎。是。你是自己招供，还是我派人拿了当票去当铺问啊？老夫人，奴婢一时鬼迷心窍，奴婢知错了，求老夫人饶命。拖下去，杖责40，发卖。二太太，救我呀！二太太，二姑娘，你算计我，是你算计我！沈安，为我反将一军的滋味如何？你放心，这才只是开始。真没想到蒋妈妈会做这种事情，我真是看走眼了，委屈你了。不怪二婶，是我自己没有看顾好下人。不过如今蒋夫人已经走了，我这府中还缺一个管事的妈妈。二姑娘刚向老夫人讨了秋桐，断不可以再向老夫人讨其他人了。这样吧，我那里的刘妈妈不错，一会儿给你送到你的亲医院去，可好？是啊，妹妹，我院里的张妈妈也是个听使唤的。二婶如今忙着府里的中困，忙里忙外的，长姐更是生病，正是要用人的时候，你怎么敢去抢你们的人呢？听你的意思，是有想要的人了？不知祖母是否还记得当年伺候在我身边的周妈妈？当年她犯了错，被祖母罚去庄子上已10年，如今她应该也知错了。祖母能否准许我把她接回来？不可。周妈妈当时是犯了错才被送出去的，怎么可以再接回来？当年长姐受伤，负责照顾她的奶娘也在场，我与长姐拉扯，为何周妈妈能拉得住我，而长姐的奶娘却拉不住她呢？长姐的奶娘都不曾受罚，而周妈妈却被罚去庄子上10年，这样的惩罚难道还不够吗？当年的惩罚确实偏颇了。祖母明鉴，周妈妈不是因为照顾我不尽心才被送出府，而是因为她太照顾我了。这么些年来，我对她不管不顾，就是对她最大的惩罚。如今蒋妈妈犯了错，我府里又正好缺一个管事的妈妈，还请祖母准许我接她回府。快起来！你是个念旧的，周妈妈离开你那么多年了，你还念着她，是你心地好。祖母准了你就是。谢祖母。那没有什么事，孙女就先告退了。沈棠身边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觉得他越来越不受掌控？你去查清楚，他最近都接触了什么人，是不是有人给他说了什么？是。姑娘药膏珍贵，奴婢皮糙肉厚，不用药也很快就会好的。这药就是给人用的，不然留着干什么？难不成你想让我挨打呀？奴婢不是这个意思，奴婢宁可药放着坏掉，也不想看到姑娘再受半点伤。我知道你舍不得离开祖母，你放心，以后跟着我，我不会亏待你。奴婢既然跟了姑娘，那姑娘就是奴婢的主子，奴婢会对姑娘忠心耿耿的。你说什么？她去沈棠院里打探消息的丫鬟都被赶出来了。是啊，秋桐姐姐天天在院中把守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，岂有此理！我早就该想到，秋桐本来就是老夫人身边的老人，又是府里的大丫鬟，什么事情
都瞒不过他的眼睛。当初让老夫人把他给出去，简直就是失策。二婶，你明知道你的不信吧？不会的，这件事我做的这么隐瞒，就连当初撞破我计划的小别人，也被我故意丢去了难民谷，不会有人知道。他最好死在外面，永远都不要回来。小姐，周妈妈回来了。姑娘，周妈妈，你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再见到姑娘，有负夫人所托。周妈妈，这些年你受苦，我现在才把你接回来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。奴婢被送走的时候，姑娘才5岁，连保护自己都做不到，何况护着奴婢。姑娘长大了，容貌也更像夫人了，夫人泉下有知，肯定很欣慰。周妈妈，我这些年让你在庄子上受委屈了，奴婢没吃什么苦头，只是惦记姑娘，内心煎熬了10年，奴婢以后一定心事谨慎，才不能给别人抓到借口，将奴婢从姑娘身边支开。周妈妈，慢点说，这次我希望你能帮我。周妈妈，你可还记得你当时生我时的场景？当年大公子在花灯节走丢，夫人受不起这样的侮辱，回来就小产。她生下了孩子后，就跟疯了似的，说自己生了一对龙凤胎，儿子被人偷换了，要掐死大姑娘，是二太太咬死，说她生的就是双生子。老夫人当时恨夫人弄丢了大少爷，只信二太太的，整个侯府没有一个人信她。最终，她得了失心疯，被你父亲残忍地关起来，不许她进房门一步，以致她含恨而终。那妈妈可曾亲眼见过母亲生的那个孩子？夫人生产的时候，二太太将房门紧闭，不准我们这些下人靠近半步，就连接生的吻部也从人间蒸发，再无踪影。她做的可真绝！啊，妈妈，老奴跟在夫人身边这么多年，我相信她没有疯，她生的肯定是龙凤胎。妈妈，先起来。我相信母亲生的一定是龙凤胎，而且她一定还活着。什么？是真的，我已经告知外祖一家还有父亲。妈妈，帮我好好想想，大哥身上是否有什么胎记，或者是信物，能让人一眼就认出来的？我记得大少爷小的时候和侯爷长得很相似，而且手腕处有一块铜钱大小的胎记。哟，舞剑呢？这位是宁王府世子萧恒，刚从塞外回来，我带他呀来跟你见一见。过几天寿王府准备春日宴，你去不去？不去。这可由不得你啊！你母亲跟我们说，绑也要把你绑过去。姑娘，你会是会舞剑了，还舞得这么好，一看
就是有人叫的。二姑娘，寿王府差人送来请帖，请府里几位姑娘过几日去寿王府参加春日宴。老夫人说你和大姑娘都是大房嫡女，当做表率。绣房给你们做了群商，叫上丫鬟婆子去看一看，顺便挑几件首饰，不要落了平远侯府的脸面。知道了，走吧。怎么感觉小姐好像变漂亮？二妹妹，今日你与我坐一架马车吧。不用了，我上自己的马车就可以了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姑娘，大姑娘他们直接走了。秋桐，你去看看他去了哪。是。你看，这里是他被退婚的那个。他怎么这只簪子不错，我要了。没想到这么巧啊，在这儿遇到沈二姑娘了。也不知那日沈二姑娘扎自己的金簪是不是出自晚翠阁，扎得疼吗？什么东西，也敢搅和我二哥的婚礼？李姑娘这么诚心向我请教，怕不是准备扎自己吧？这作为过来人，我最有经验。这只孔雀簪就极好，扎起来也不会太疼。这簪子我不要了。可是这下可不是你想不要就能不要的了。我不要了，晚翠阁还敢强买不成？姑娘，这簪子都被你拍弯了。这永宁伯府的姑娘不会打算弄坏了这晚翠阁的玉簪，还不想买下来吧？你谁说我不买了？刚才我只是没看见。当是沈二姑娘你给自己长姐下药，害她嫁不成靖阳王世子，被靖阳王府退婚，你还有心情出来逛街？你就一点都不愧疚吗？愧疚？是啊，有些事情你不做，恐怕就要愧疚一辈子。回去告诉永宁伯、永宁伯夫人，他们若还是不打算歇了，偷梁换柱，打着给李三少爷成亲的幌子给世子冲洗，祸害别家姑娘的话，我会捅给御史台。到时候上达天听，必定让整个朝野都知道你们永宁伯府有多龌龊。还真是亲母女，这落荒而逃的样子都一模一样。大姑娘去了金宝阁楼，果真和我想的一样。把这些簪子全部都包起来。好的，小姐。姑娘，你疯了？买这么多？这点算什么呢？我想要的更多。祖母，我今天本想要二妹妹一同乘马车的，但二妹妹拒绝了。后来我上了马车之后，却也不知道二妹妹的马车去了哪里，所以我就自己去了金宝阁。白天刚刚嘱咐过你，要你们姐妹同行，怎么一出去就又闹别扭了？祖母，你们别生气，都是二妹妹的。你还有脸回来？你看看你把老夫人给气的。这平远侯府是我家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牙尖嘴利，老夫人千叮万嘱，让你们不要使小性子。你们倒好，一府姐妹
出去竟然逛成了2步，就这么把老夫人的话当耳旁风吗？祖母，你不能只听长姐一人之言，你也要听我说呀。你还觉得自己没错了是吧？祖母，今日出府，我本想和长姐乘同一辆马车的，只是长姐大病初愈，需要静养，所以就没跟她一块儿前去。没想到我的马车到了，长姐的马车却已经走了。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哪里做错了，还请二婶直说。可有此事？我以为二妹妹的车会跟上来的。长姐为什么以为我的马车会跟上来？你的马车这么豪华，用的可是塞外良驹，我那匹小小的赤练如何追得上你？我以为你厌烦见到我。是二婶没有调查清楚，二婶错了。祖母，虽然长姐把你的话当作耳旁风，而且还连累二婶误会了我，但祖母也别罚她太狠了。毕竟长姐大病初愈，过几日还要去参加春日宴呢。罚抄100篇家规，寿王府春日宴前抄不完就别出府了。祖母，母亲，大姑娘身子骨才好。金宝阁差人送来首饰，总共670两。李管事问，这钱是不是从宫中拿？从宫中拿。是我让航儿多挑一些的。前些日子心情不好，难得出府，又是为寿王府春日宴做准备。我心想，世子也许那天也会去，若是能让他回心转意最好，即便不能，也不能让人家小瞧了我们平远侯府。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是祖母。二姑娘的首饰送到了，一共1380两。什么？谁准你花这么多钱买首饰的？二婶准长姐买首饰，就不允许我买首饰了吗？祖母，我没想让宫中掏钱，也没有想过二婶让长姐买这么多首饰，只是春日宴这么多名门贵女，我不想让别人知道平远侯府的嫡女连件像样的首饰都拿不到。祖母不会责怪你的，既然你大姐姐能买得，你自然也买得。多谢祖母。行了，身子乏了，你们都回吧。是。你留下。我让你主持钟馗，就是这样对待家里人的。母亲，我站住！你让祖母罚我抄家规，现在你高兴了？怎么，你做得了初一，我不能做15吗？我们可是亲姐妹，非要闹到这种地步吗？既然是亲姐妹，说话何必这么拐弯抹角？你去求祖母，让她也能罚我抄家规吧。我没有这个本事。你有，祖母这么喜欢你，你去求她，她不会不依你的。你确定？当然了。你若还当我是你亲姐姐，你现在就去求祖母，否则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妹妹。好，只要你别后悔。姑娘，您说二姑娘真的会帮我们吗？一个蠢货而已，最重视姐妹情深。我要是不认她，她得伤心死。大小姐想去佛堂抄佛经，为九泉下的仙夫人祈福，老夫人准了。什么？这是老夫人惯用抄佛经的洒金纸，特命奴婢送来。回头啊，大小姐抄完后便送去大昭寺供奉，奴婢就不打扰大小姐了。请大小姐务必在春日宴前抄完。大姑娘，这该死的沈棠！姑娘，万一大小姐告到老夫人那里去怎么办？
放心，春日宴在即，他不敢再闹幺蛾子。一府姐妹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上次我念在你们都病刚好，没有严惩，今日去寿王府参加春日宴，要还是这般任性胡闹，传出你们姐妹不和的流言，就都给我去佛堂跪着反省，听到了没有？是，沈堂记下了。你还真是我的亲妹妹啊！长姐不愿意抄家规，让我去求祖母。祖母不是没让你抄了吗？长姐，你还不满意啊？你，嘘，长姐，这里可是大街上，吵吵嚷嚷的，万一被祖母知道了，恐怕又让你抄家规了。大姑娘、二姑娘，寿王府到了。那妹妹先行告退了。谢桂墨怎么在这里？见过谢世子。他好像很怕。谢世子啊！谢世子为什么都不看我一眼？你俩认识？不认识啊。不认识，他为什么那么看着你啊？他想看就看，那是他的事。长姐，你要是不满意的话，大可以跟上去，求他看你一眼。怎么会遇到谢桂墨？如果不是为了来找大哥的下落，我才不会来春日宴。哎，我没看错吧？刚才他居然敢嫌弃你，这沈二姑娘还真有意思啊！萧世子，你怎么和沈二姑娘长得如此相似？你们不会是亲戚吧？应该不是吧？我爷爷没有说过我在京都还有一房亲戚。难道是我看错了？晋阳王妃也来了，这春日宴看来是给谢桂墨重新挑选世子妃了。今日春日宴，若有想施展才艺的姑娘或少爷，可以将才艺写下来，大家抽签决定上场顺序。来，周妈妈说，大哥小时候眉眼长得像父亲，这不大应该也像才是，怎么没有一个是？难不成大哥已经成婚了？平远侯府沈大姑娘舞剑。我明明写的弹琴，怎么会是舞剑？怎么，平远侯府大小姐连舞剑都不会吗？真是可笑！怎么做世家大小姐之首啊？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有没有伤到？并无大碍，只是深寒扫了大家的兴了，先下崴了脚，不方便舞剑了。但我家二妹妹剑舞并不在我之下，不如就让妹妹带我吧。也好，那就由沈二姑娘替沈大姑娘舞剑吧。那感情好啊！
听闻沈二姑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这区区舞剑应该也不在话下吧？想让我丢脸，我就让沈棠替我丢脸。没想到沈二姑娘仇敌还挺多，这永宁伯府的小姐明显就是在故意为难她。臣妾派人去调查一下，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是。妹妹，这可是春日宴，不要丢了我们侯府的脸啊！张姐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丢脸的。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站得高，睡得惨。你这个丫鬟，就一点都不担心你家小姐会出丑吗？我家小姐剑艺高超，我有什么可担心的？你说什么？沈棠会舞剑？哦，什么神所谓的舞剑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该死！本来想设计他出丑，没想到又让他耍了次威风。想不到沈二姑娘剑术居然这么好。龟墨，我怎么瞧着她的剑法跟你有些相似啊？这誓言已是命中最美的相见，别人间笑容更和你更远，再一遍记起从前的一滴一答，无论我不在身边，记住我会在你的身边。我还是第一次见个姑娘把剑舞得这么轻柔又带英气的，着实是不错。寿王妃谬赞了，比起长姐，我还差远了。比沈二姑娘舞得还要好，本王妃都想象不到得好到什么程度了。可惜今日无缘得见，以后总会有机会见到的。以后一定要见见沈大姑娘舞剑的风采。是王妃。这就是让木耳倾心的女子，果然不错。二姑娘入座吧。姐姐，前世你在皇上面前提议，让我在西凉使臣接风宴上舞剑，谢归墨怕我丢人，亲自教我剑术。是和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滋味，好玩吗？我很确定没有教过他，为什么他的剑法里会有我的影子？二妹妹还真是会藏拙呀。我擅长舞剑，长姐不是知道的一清二楚吗？否则怎么会毫不犹豫地把我给推出去？莫非是想看我出丑？我知道妹妹你还在生我的气，但还请你以我们侯府为重。我被晋阳王府退婚，影响的不只是我，也影响到了你、三妹妹、四妹妹，乃至于父亲。长姐有什么话，不妨直说。你找机会去跟晋阳王世子道歉，就说是你给我下药，所以我才没法给他冲喜的。我们俩的婚事不能就这么退了。你给自己下药，想栽赃于我，现在还想让我去给晋阳王世子赔礼道歉，这是祖母的意思。祖母可没你这么无耻。而且
我也不是这么好忽悠。你说我再说半个字，我就去告诉父亲。去，告诉昌平侯世子。是。二姑娘，既然遇到了，怎么不打一声招呼？见过昌平侯世子。想不到沈二姑娘深居简出，剑术竟如此雄厚。昌平侯世子，您莫烦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行告退了。哎，别急着走啊，本世子对你可是有意思的很呢。世子若是对我有意思，大可以上门提亲，这般逼迫，算是什么意思？本世子只是对你有意思，又没说要娶你。哼哼，别过来！本世子还真没碰过性子这么烈的姑娘，还真是可惜啊。沈二姑娘为了所谓的姐妹之情，拒嫁晋阳王世子，却不知道自己的娘姐为了晋阳王世子妃的位置，把你卖给了我。就让本世子尝一尝，你这么烈性的姑娘到底什么味道？没事了。你看到我这么震惊，你还活着？谁告诉你我死了？对，明日是不死，只是上一世花灯会后，我就再也没有遇到过他。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松开！现在还不是时候，而且我担心会吓到你。我有这么胆小吗？确实，这整个京都都找不到第二个人可以让泾阳王府空着轿子回去的。泾阳王府名声赫赫，泾阳王世子更是举世无双的荣誉。你为什么不嫁给他？我不是要嫁给你吗？我若是嫁给泾阳王，我怎么嫁给你？我刚刚不是说以为我死了？我这个人呢，最讨厌两种人，一个是长得好看的能人，另外一个就是骗子。你要抓我抓到什么时候？那好的，不要再弄丢了。谁要你的玉佩啊？这是……这是我娘给我的，叫琉璃蝎，是一对儿。这一半给你，以后你看见它就能想起我啦。他是小黑，看在这个玉佩这么值钱的份上，我留着吧。下次见到他再收拾他。一笑，一笑，你快醒醒！姑娘，你怎么会倒在这里啊？奴婢回去拿披风，大姑娘身边的小丫鬟告诉奴婢说姑娘来这边了，然后奴婢就找过来。这走着走着，突然脖子一疼，然后就晕倒在这儿了。沈寒，今日之仇我记下了，我一定会10倍100倍的讨回。世子，这是在昌平侯世子身上搜到的。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呢。走。是。昨日寿王府春日宴，文国公府和昌平侯府的夫人对二小姐的表现赞不绝口，说要来府里提亲呢。哦，祖母，
我不嫁。哎呦，我们春日宴的魁首回来了。祖母，哎呀，祖母不会轻易把你许配给别人的。祖母，有件事情我忘了和您说了。母亲给我托梦说，一定要满16岁之后才能嫁人，否则会出坏事的。能出什么坏事？你这及笄都半年多了，就算是今天提亲，等人过府下聘，在这一耽误也就半年了。等满16，未免太迟了些。是啊，妹妹，你就算是不想嫁人，也不用编出这样的鬼话。你当祖母傻了吗？不好了，老夫人，文国公下朝回府的路上，抬轿子的小厮不知怎么给摔了，把文国公从软轿里摔了出来，扭伤了胳膊。什么？老夫人，昌平侯府世子在街上惊马，连人带马掉河里了。什么？老夫人，现在外面都在传我们家姑娘克夫。胡说！这种事以后不许再说了。你们都给我下去。是。你们也都给我退下吧。是。难道堂儿说的是真的？江氏真的让她16岁以后才能嫁人？可是这韩儿和堂儿是双生子呀。若堂儿如此，那韩儿该不会……那靖阳王世子不用冲喜就好了，也是因为韩儿她不嫁了。阿弥陀佛！这该死的沈堂，明明是他克夫，现在害得我也被连累。现在外面都在传，说我跟他一母同胞，说我也是克夫相。你这么生气干嘛？就算那个沈堂克夫，你也不会克夫的。你可是我亲生的，早早比他多了1个时辰出生，所以说你不会克夫的。明天啊，我去找人给沈堂算上一卦，他的肯定没你的好。小姐，你怎么被人骂克夫还这么高兴啊？不用嫁人了，当然高兴。滚出去！滚出去！这可是我们昌平侯世子的孟宝阁，岂是你们这种北蛮人能进来？你们放干净一点！我家主子可是宁王府世子，开门迎客，凭什么不让我们进？管他什么宁王北王的，来了京都的地儿就要听我们昌平侯府的。我们世子爷说了不让进，就是不让进。他不让进，我带你进。沈二姑娘，这莫宝阁我们沈家有一个，现在可以让这位公子进了吗？这……如果你们家世子有什么意见，让他当面跟我说。多谢沈姑娘解围。不用客气。这是，而且手腕处有一块铜钱大小的胎记。萧某还有要事在身，先行一步。沈姑娘，告辞。姑娘，你怎么了？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他手臂上铜钱大小的印记？没有啊。难道是我看错了？去查。是。这是母亲当年的陪嫁《九峰血迹图》，是周顾大师的真迹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幅画是谁送过来的？是平远侯府的二太太。什么？我呀，特地找了3个算命先生，专门给他们看了二姑娘的生辰八字，都说这八字不算好，做男儿主少年骨肉分离，寄人篱下，但也能苦尽甘来。但若是生做女儿，旺夫、旺子是少见的大富大贵的命格。那另外一个八字呢？另外一个八字不及二姑娘的好。还有呢？你不是一直想给你儿子娶个好媳妇儿吗？我把二姑娘许给他如何？真的？那怎么好意思呢？我那儿子不学无术的，
你我可是妯娌，你又为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不过是嫁一个姑娘而已。3日之后，柔家郡主生辰宴，到时候沈棠怎么可能比我女儿的命还好？我倒要看看，她沈棠是不是真有这般好命。二姑娘，奴婢都查清楚了，近1个月来，二太太往外送了不少东西，不仅是卖字画的墨宝盒，就连卖首饰金器的珍宝阁和金宝阁里，都查到了不少咱们太太当年的陪嫁。看来她最近是缺钱了。姑娘，要不然我们去告诉侯爷吧，二太太私盗公库可是重罪。不用，我会让她站得高，摔得狠。你去查查，最近户部右侍郎家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是。二姑娘，大姑娘让奴婢告诉你一声，端王府的柔家郡主派人送来请帖，请你和大姑娘3日后去雁西湖游玩。长姐除了这句话之外，还说了什么别的事吗？姑娘，无事献殷勤，恐怕有诈。我大概知道是出什么事了。秋桐，你去把我妆帘里那只白鹤玉簪拿出来，给柔家郡主送过去。是。郡主，今日是郡主生辰，祝郡主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多谢大家陪我游湖过生辰。我故意让丫鬟没告诉沈棠，今天是郡主生辰，她肯定没准备礼物。我就知道你打的这个主意。哪有啊，是我们几个借了郡主的光。这样好的天气，游湖是再好不过。不知沈二姑娘给郡主准备了什么生辰礼，也拿出来给大家瞧瞧，长长眼吧。就是啊，拿出来看看。大家都不要为难二妹妹了。给我吧。想必她并没有准备什么礼。郡主，愿郡主平安喜乐，岁岁无忧。是我最喜欢的白玉发簪，谢谢唐姐姐，快给我戴上。他怎么会知道今天是柔家郡主生辰？我明明没有告诉你。上辈子加入晋阳王府，我就和柔家成了好姐妹。她的生日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这般凭喜好做事不一时之快，真有什么接受我王府是怎么做事？既然人都到齐了，咱们去游湖吧。得意时对王公子一抱，就是你的死期。难得有空，你竟陪我们游湖喝酒。他不是没空，是没心情。怎么回事？他呀，这是被抛弃了。你不知道他刚回京那2天脸有多臭。别招打啊！来。姑娘，救命！我不会水，救我！不好了，十万小姐落水了！十万小姐落水了！姑娘，快过来！危险！我救命！你有心真下水救人吗？看来有人是真灾。有没有人啊？慢慢的。快披上，别着凉了。刚才我好像看见谢桂墨了，难道是我看错了？在水里好玩吗？我看你啊，真是遇到克星了。什么克星？你们俩是不是有事吗？
搅了郡主的生辰宴，实在是对不住。还好你们没事，不然我得愧疚一辈子。刚才姑娘落水的时候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是李姑娘推的。那个王大少爷，一看就是冲着我来的。还好上辈子跟谢桂墨学会了符水，不然被他救下失了清白，现在失魂落魄的人就是我了。二妹妹何时学会符水了？做姐姐的我竟然不知道。我若是说刚在湖里学会的，姐姐你信吗？你当我是傻子对吗？那姐姐以为我就是吗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若我没记错的话，王家大少爷好像是二婶的远房侄子吧？若是我告诉祖母，你觉得他会怎么想？你敢？妹妹身子不适，就先回府了。姐姐，你慢慢玩。该死的事，我不会放过你。这可是你逼我的。姑娘，你都吃了3天的药了，怎么还不见好转？得换个大夫瞧瞧才行。这个药是谁给我煎的？是思儿姑娘煎的，就在回廊上煎的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还有没有没煎的药？还有最后一包。拿出来，给大夫检查一下。可是奴婢一个人出府，守门的不会走，会检查奴婢带的东西。只是落个水而已，怎么变得这么严重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。谁要你看？还在生气呢？为一个脸都看不到的陌生人生气，犯不着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我查清楚这个烟和贪污一样，我就把面具摘了。姐姐，你是皇上身边的人，算是吧。你说为什么找不到？原来这么多年他一直在皇上身边。前世我死的时候，长平侯不怎么地，连禁令之上被封为国公，他应该那时候就死了。你的药别吃了。为什么？你的药里被人下了大量的寒毒，不仅治不了你的病，还会有损你的身体。寒毒？对。吃吧，不苦，甜的。你去哪？我还有事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改日再来看你。谁让你看？是不是你要看我？是我求着来看你。今日京都都不太平，我把陈氏留给你，你有什么事情就吩咐他去做。等一下，这个手好，给你的就是你的，还给我算什么意思？你认出我来了？化成灰都认识，小黑。世子爷，该出发了。我当时不是不辞而别，等我回来再跟你解释。姑娘，查清楚了，这药里确实加了一味大寒的药，女子长期服用会寒毒入体，难以受孕。所以上辈子我会小产。
不是意外。沈寒，哦，还有一件事，您之前让我打听的宁王世子，他怎么了？奴婢打听到宁王世子并非宁国公亲生的，好像是被捡来的。捡来的？是。你的亲二哥刚出娘胎就被活埋了，还有你那才满4岁就在花灯会上丢了的大哥，也都不是意外。不过他倒是命大，竟然还活着。难怪沈寒上辈子说我找不到大哥，原来他根本不在京都。你想办法约宁王世子出来，就说我有要事找他。是。回去和你家主子通禀一声，让他不要让我二叔坐上户部侍郎的位置。是。户部右侍郎府刘老夫人病逝了，刘侍郎要丁忧3年，我做主从宫中拿了1万两，私下打点，让二爷坐上户部右侍郎的位置。这么大的事，不跟我商量就定了。母亲，我真是怕时间来不及嘛。是啊，母亲，户部侍郎的位置本来争的人就多，我们平远侯府在京都的地位又差得远，如果想要，得提前打点才行。就怕银子花了，事情还没办妥。母亲，您放心，这拿银子的人啊，都是我娘家信得过的人，保证安排的是妥妥当当的。老夫人，户部右侍郎定下了，是不是二老爷升官了？真是大喜！传下去，府上所有的人赏3个月月钱。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话没说完？新任户部右侍郎是二老爷，不是二老爷，那是谁？是宣燕侯府二老爷。什么？为什么？谁保举的？是晋阳王。怎么是晋阳王？晋阳王，他不是从不保举出武将之外的人吗？怎么会保举他？奴婢不知。一定是晋阳王在报复我们当日让花轿空着抬回去的事。二婶，你可真会开玩笑。你前前后后花了1万多两银子都没有摆平的事儿，我在晋阳王府的地位应该不止这1万两银子吧？你好了，晋阳王是何等的身份啊？怎么会做出这样惹人非议的事？他要是想报复我们，还用得着这么拐弯抹角的吗？要怪就怪你们做事没个定律，这事情还没搞清楚之前就大肆宣扬出去，这花出去的银子打了水漂了吧？这钱就算在二房的头上，这个月就给我填补亏空。什么？你要是填不上，你就把管家的钥匙交出来，我换别人来管。那唐儿就先行告退了。说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二婶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与其怀疑我，不如好好想想怎么填补这1万两的亏空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！现在就发火，精彩的还在后面。后面我该怎么办？唐儿给祖母、父亲请安。啊，你这伤寒才好，怎么不多在屋里歇几天啊？唐儿这些天一直在这屋中，都快被憋坏了，就想着出来走走。祖母，过几天我想回趟江家，望祖母应允。
这怎么突然又想起回江家了？孙女这次生病梦到母亲了，她怪我没有好好的替她尽孝，上回回江家都没有陪外祖母好好吃顿午饭就回来了，怪不好意思的。既然是你母亲托梦，那你就去一回吧。什么时候去，提前跟你二婶说一声，让她给你备些补品，一并带去。是。二婶，我带去江家的补品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妥当。后院的钱都被我拿去填补了公库的亏空，哪有钱给你准备什么好东西？哎，既是送礼，就到了再拆吧。都听二婶的安排。把礼盒打开看看。这燕窝不错，比老夫人平日里吃的都要好。啊，这上面怎么全是燕子毛啊？走吧，跟我去见父亲。这是怎么了？父亲，可不可以借女儿100两银子？我还以为是何事呢。哎，这是1000两，拿去。女儿只要100两就够了。这是父亲给你的，以后没钱了就告诉父亲。父亲又不止我一个女儿，给了我不给长姐，就明摆着父亲偏心。祖母他们也不允许父亲纵容女儿，女儿只借100两就够了。谢父亲。跟上去看看。是。银杏，你拿着这些钱去珍宝阁买4钱虫草，2两燕窝。对了，再买上1两鹿茸。是。侯爷，怎么这么快？二姑娘向侯爷借了100两，让丫鬟去珍宝阁重新买了几样补品，然后把侯府给她准备的扔了。打开。这是谁准备的？是二太太。给我叫过来！是。小姐回来了。侯爷让二姑娘回府后去书房见她。走。父亲，找女儿有什么事吗？你受委屈了，为何不跟爹说呀？女儿没受委屈。你没受委屈，没受委屈，把侯府给你准备的补品扔在走廊外面。因为大哥走丢，祖母本就不喜欢我去江家，祖母同意我替母亲去江家尽孝，女儿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女儿不想因为一点补品的事情惹祖母厌烦，最后去不成江家。你母亲不在了，理应父亲替她尽孝心的。以后你想去江家就去，不必你祖母同意。多谢父亲。下午老爷知道了二太太在礼盒上动手脚的事，非常生气，告诉了老太太。老太太让二太太在佛堂罚跪不说，还让她抄300遍家规，一遍都不能少。
姑娘，您这招瓮里捉鳖可真是高明。走吧，回青怡院。是。江家照看不周，弄丢了我平远侯府世子，让侯爷膝下无子。老夫人不是最厌恶江家的吗？我膈应江家，不是应该正中老夫人下怀才是，还要如此惩罚我？二婶，沈棠3番5次去江家，莫不是察觉到什么了吧？哼，那个小贱人平时看着人畜无害，没想到如此精明算计，我倒是小瞧了你。haar儿，你去试探一番，如果他真的知道什么，就此了结了他。是。你又来做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昌平侯府贪污的赈灾营藏在哪里？我娘，她梦里告诉我的。又会舞剑，又会符水，又能知道户部侍郎要告丁。你娘当真什么都知道？她还跟你说了什么？她还说让我不要嫁给你。什么？为什么？哪有什么为什么？不嫁就是不嫁。你还在恼我在花灯会上说上门提亲却食言？那事我早就忘了。你确定不先看看我长什么模样之后，再决定要不要嫁给我？半年前你都已经耍过我一回了，还想让我信你第二回？不就一张脸吗？再好看，能好看得过泾阳王世子吗？怎么不说话？他确实是好看，你人还怪实诚的吗？但是我也不比他差啊。满大庆朝都找不到第二个比泾阳王世子更好看的，你还长得比他好看，牛皮都快被你吹上天了。你不信，我现在就把面具摘下来给你看。哎，别！我又不嫁给你，你面具下长什么样，我才不在乎。祝你早日找到一个合你心意的姑娘，跟她携手一生。我看你是要把我气死啊！妹妹，睡了吗？你放开我！你嫁不嫁？我不嫁！放开我！桃儿，你把门开一下。嫁不嫁？我嫁就行了吧？记住你说的话。桃儿，妹妹竟然没睡，锁着门干什么？长姐，你大可以大胆点猜，我有可能是与别的男人私会。胡说什么？你不要情约了，我还要你。长姐，你这是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是你跟父亲告状，连累祖母挨数落，还让二婶被罚着去佛堂抄家规。连累祖母挨数落的不是我，是二婶，而且也不是我向父亲告状。你跟父亲借钱买补品，这跟告状有何区别？所以长姐是来替二婶打抱不平的了。我这二妹妹一向任性，但你看清楚，大哥丢失至今杳无音信，现在父亲膝下连个庶子都没有，将来继承平远侯府的就是二房。你这般对二婶，对妹妹你没有好处。这平远侯府爵位还没落到二房手里，二婶就这般欺负我，更别说我往后嫁了人，受了委屈，二婶会给我出头。再说了，为何长姐如此笃定大哥失踪了？万一大哥找回来了呢？你说什么？我就只是打个比方而已，大姐何必如此惊慌？你是铁了心要二婶受罚了，罚二婶的不是我。我们是亲姐妹，是这世上最亲的人了。我一心为你好，
你却误会我是向着二婶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也不必劝你了。希望你将来不要后悔。不送。姑娘今天跟他撕破脸皮，难保他不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加害姑娘。狗急了要跳墙，兔子急了还会隐身。我就要看看他们还能使出什么手段，露出狐狸尾巴。大胆！你说什么？他当真这么说？是啊，他好像在试探我，但我并没有上当。这个小贱蹄子，他肯定是早早的知道了什么。早知如此，我就应该早点了结了他。现在了结他，也为时不晚呀。姑娘的病还没好，这么心急，去给老夫人请安做什么？晚几日去，老夫人是不会怪你的。近来倒霉的事一件又一件，我们图个心安，去大昭寺上香祈福。可是姑娘刚落水，侯爷说了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，老夫人肯定是不同意的。不让我去，我也得去。母亲不在了，父亲又忙，这事我若是不去做的话，还能指望谁呢？我自己出事也就罢了，主要是就怕祸及父亲和祖母。姑娘慢点。他真是这么说的。是啊，奴婢听得真真切切的。阿弥陀佛，跟寒儿相比，堂儿是心善的。他既然要出门，那就把寒儿的马车派给他吧。是。不是料事一事，还是在祖母的心里，只有听话和不听话的。沈寒长得最像他，所以祖母最疼他。可是现在，沈寒一心只向着二太太，你猜祖母现在会怎么想？她只会觉得她精心培养出来的人是一匹白眼狼。姑娘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。人总是要成长的。对了，我让你帮我约的萧世子，你约到了没？约到了，和萧世子相约今日在大昭寺相见。行，会是我大哥。小心！不好！胳膊怎么了？好痛。没断，只是脱臼了。你忍一下，我帮你接上。好了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多谢晋阳王世子相救，我还有急事，就先行告退。这要想救个人，还真不容易。陈亲，去查一下今日马匹为什么会发疯。等等，再去查一下他到底约了谁在大昭寺见面。世子，我以为是谁约我，没想到是沈二姑娘。冒昧前来，打扰了。不打扰。我第一次来京都，没什么朋友。沈二姑娘是我交到的第一个朋友。萧世子，你是第一次来京都？不瞒姑娘说，
我年幼时生过一场大病，把小时候的事情都忘了。忘了？小世子，你可以让我看一下你手腕上的印记吗？手腕的印记？当然可以。他的手腕有什么好看的？谢世子，谢桂墨怎么来了？你跟他很熟吗？就私下见面？又是这个臭脾气，上辈子跟我说话就夹枪带棒，这辈子还是这样，比跟谢世子熟。孤男寡女在这里相处，成何体统？我与谁在一起，就不劳您费心，你管不着。萧世子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行告退了。你什么时候得罪他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为什么我戴着面具的时候，他对我态度这么好？摘下面具，对我这么冷淡？难不成不喜欢我这张脸？好像在他的腰上看到小黑的玉佩了，难道他是小黑？怎么可能？一定是我看错了，他不可能是小黑。这怎么还没有人来禀报？不好了，大姑娘，二姑娘在街上惊马了。怎么会惊马呢？她伤得重不重？应该不重，二姑娘脱臼了，在街上，晋阳王世子就已经给她接好了。你给我说清楚，是谁给她诊治好的？是晋阳王世子。又是晋阳王世子，他怎么那么喜欢救人呢？沈塘落水他要救，沈塘惊马他还要救，他怎么那么喜欢救一个明知道他不会死都不愿意嫁给他的人呢？而且我每次算计沈塘，他总是能化险为夷呀！滚！是。外面都传晋阳王世子救姑娘是为了换姑娘价值。谁传的谣言啊？不是谣言，是晋阳王世子亲口说的。晋阳王世子怎么可能说这种话？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人呢？你怎么知道他不会说那种话？你吓死我了！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为什么晋阳王世子救你是为了还你不嫁之恩？他确实欠我一份不嫁之恩。理由？你愿意让一个不喜欢的姑娘霸占你的正妻之位吗？不愿意啊。这不就结了？你就这么确定晋阳王世子不喜欢你？他喜欢我，再去求娶我的长姐，他缺心眼吗？再说了，我有自知之明，我又不是银票，人人都会喜欢我。那我上次帮了你一个忙，你是不是应该想一下怎么谢我？你想让我怎么谢？哦，这个。帮我绣个荷包吧。姑娘，怎么在绣腰带？这是绣给谁的？表哥这不是马上要过生辰了，我绣个腰带给他当生辰礼。怪不得姑娘的手艺活是越来越好了。你别笑了，快去帮我准备些茶水来，我渴了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
终于大功告成了。我说你怎么一个荷包修了3天还没绣好？原来是在给你表哥绣腰带呀！这又是给哪个表哥绣的？我在和你说话，当着我的面都能走神。这个腰带不是给表哥绣的，那你是给哪个野男人绣的？你先给我，这条腰带是给你绣的。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，我想着绣一个荷包太简单了，所以就给你绣了这个腰带。只不过被银杏发现了，所以我只能拿表哥敷衍他。原来如此。你是怎么说服晋阳王帮你的？你就没有一丁点怀疑我就是晋阳王世子？不可能的事儿，我有什么可怀疑的？这么笃定？那你是吗？你不希望我是他？你是你，他是他，有什么好比的？这个腰带绣的比较慢，但是我会争取在文国公府老夫人寿宴前给你绣好的。我还要一个荷包。你就非要荷包不可吗？你果然不愿意给我绣荷包。行行行，绣个荷包又不费功夫，我晚点绣好给你吧。你说他既然喜欢我，可是为什么他又不希望我是晋阳王世子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世子爷以前是不是得罪陶姑娘？我怎么可能得罪他呢？我捧着他还来不及。他母亲说不同意，不同意她嫁给我。可是这活人好贿赂，这死人怎么贿赂？烧纸钱？世子爷，有没有可能这只是一个借口而已？人家就是不想嫁给你。就你话多。哦，对了，昌平侯府的事情查得怎么样？属下根据唐姑娘给的线索去探查，发现昌平侯世子和永宁伯府三公子最近走得很近。永宁伯府果然是一丘之貉呀！马上调300禁军，把永伯侯府和昌平侯府后山围起来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是。终于大功告成了。姑娘，这是永宁伯府大姑娘让奴婢转交给您的信。李如，她给我寄信做什么？想知道是谁怂恿我推你入室？今晚来永宁伯府后花园西南角找我。我知道了，你先退下吧。是。见过昌平侯世子。上一次的事情，我没找你算账，你还敢来？上一次是我失算了，这次我一定助昌平侯世子一臂之力。怎么说？这一包药无色无味，寻常女子吃了会把眼前的男人当作是自己的心上人，到时候沈棠就任由世子为所欲为了。你可真够心狠的。沈棠是你的亲妹，你屡次三番的想把她送到我的床上，怎么？她也喜欢谢桂墨？我们两个的恩怨用不着你管，世子只需要照做就是了。行，本世子就帮你这一次，既能获得佳人，又能看到谢桂墨吃饼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沈棠，今夜之后，我看你还拿什么跟我争？别叫，是我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的人查到昌平侯贪污赃款的事情跟永宁伯府有关，所以我来看看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有人叫我来了。真巧啊！出嫁前给王大少爷戴绿帽子，你不怕他吃了你？我不会让他碰我。切，以后本世子多宠。我好像远过几年雪，去寻找遗失了的思念。如果你在眼前，我会让你看见。我好像远到天地之间，却会失去了等心念，哪怕追寻千年，也等你出现。别说话，我悄悄带你出去。吓死我了！今天这里不安全，我让陈氏早点带你离开。那你呢？你是在担心我吗？谁担心你了？不用担心我，我早已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回去好好休息，明天见。是山楂味的。他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山楂？世子爷，你怎么把奴才做的山楂丸给唐姑娘了？有什么不能给的？山楂现在可是很金贵的。这够吗？够了，够了。站住！刚才在假山后的人，是不是你？你别装，就算你的声音化成灰烬，我也照样认得出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来不是为了拆穿你的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那日指使我推你下水的，是你大姐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哼，看来是我小瞧你了。不过有件事你肯定不知道，你长姐和昌平侯世子做了交易，今天晚上就会把你灌醉，送进昌平侯府。我劝你，宴会上的东西少吃。你为什么要提醒我？你长姐害我至此，我也不能让她后悔。妹妹怎么来的这样慢？这你也要管？怎么会呀？姐姐呀，是想跟你道歉。之前呢，不该让妹妹替姐姐冲喜。这杯酒就当是我赔罪了，以后我们姐妹二人重归于好，可好？好啊。还真是我的好妹。兜兜转转，最终不还是落到我的手上？二姑娘，要怎么处置你？把他衣服扒光了，送回昌平侯府去。是。等等，把这个放他身上。老夫人，
这二姑娘一夜未归，不会出了什么事吧？这明明是2个姑娘一起出的门，怎么回来的时候就剩你一个了？涵儿，你说唐儿到底去哪儿了？祖母，我也不清楚，只是昨天我看唐儿一直跟在昌平侯世子身后，想必他们俩胡闹！一个未出阁的女子，跟着一个世子的身后，像什么样子？王妈，奴婢在，找人去把唐儿找回来。是。祖母，你是在找我吗？沈棠，你怎么？怎么了，长姐？你看到我好像很惊慌啊。没有。沈棠怎么毫不放过我来？这个昌平侯世子到底在忙什么？我听说您最近胃口不好，我今儿啊特意起了个大早，上街买了些蜜饯，您快尝尝。哎呀，原来你是起了一个大早啊！我说怎么一大早就找不到你？以后你再出门啊，一定要跟祖母说一声，免得我担心你啊。我知道了，祖母，快尝尝。既然二姑娘回来了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等等，二婶和长姐不想尝尝这蜜饯的风味吗？以后恐怕都找不到了。蜜饯多的是，我们想吃，自己自然会，不劳二姑娘费心。不好了，老夫人，昌平侯府来人了。昌平侯府怎么会来人？今天早上，昌平侯府的世子突然被人脱光了衣服，被人绑着扔在了门口。昌平侯大发雷霆，要找出罪魁祸首。然后在昌平侯府世子的手中发现了大姑娘的珠钗，还有姑娘的手帕。什么？你胡说！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你也敢说？你不敢说谎。事发之时，姑娘的手帕就绑在昌平侯世子的手上，他手里握着的正是大姑娘的珠钗。王妈，老夫人，这真是大姑娘的东西，这手帕上还绣个寒字。怎么可能呢？孩儿的珠钗怎么会在世子手里？还有手帕这种这么私密的东西？这个丫头，你再敢胡说，信我休撕你的嘴！奴婢不敢胡说，我也让奴婢告诉老夫人，昌平侯府震怒，状告了圣上。圣上说要我们彻底查清此事，还昌平侯府一个公道，否则我们平远侯府很有可能就保不住了。祖母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父亲呢？父亲带着长姐去昌平侯府赔罪了，如今证据确凿，长姐以后可能要嫁给昌平侯世子为妾。什么？这可是我们平阳侯府的嫡长女，你父亲怎么能轻易把她许配给别人呢？还是做妾？我绝对不会同意的。可她若不是我长姐呢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祖母可还记得，母亲生前说她生了一对龙凤胎，可是没有人信她。那你母亲她是个疯子，疯子的话谁敢信啊？母亲是被二婶给逼疯的。祖母，你快醒醒吧，沈寒她根本就不是我大姐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就凭我大哥还活着。祖母要是不相信，我明天带你去见一个人，见了你就会相信我。陈师说你找我，你认不认识萧恒？你提他干什么？我想约他出来见上一面，你可不可以帮我约他出来？你让我帮你约其他男人？沈腾，你是当我没了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别生气。我只是怀疑萧恒是我失散已久的大哥。什么？我大哥手腕处有一颗铜钱大小的印记，萧恒手上也有，而且我听说他是念过功夫捡回来的。你可不可以
就答应我这一次。作为等价交换，我可以答应你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都可以？都可以。那你下次见我千万不要跑。啊？我跑什么？答应我就是了。好吧。上吊一百不许。好了，明日后山凉亭等着。你到底要带我见什么人啊？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这是见过沈二姑娘。这是？这位是我祖母。见过。妍儿，妍儿，你是我的妍儿啊！小世子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所以你那日约我，是为了看我手上的胎记？是啊，没想到被谢世子给误会了。如果他知道了，肯定会跟你道歉的。谁要他道歉？唐儿，你是怎么知道妍儿还活着的？母亲给我托梦说大哥人就在京都。那日我在街上看到宁王世子，就觉得他和父亲长得很像，再加上他手上的这个胎记，原来是你母亲。祖母，现在你该相信我了。是二房他们包藏祸心，是他们算计了大哥，还有母亲。祖母，二叔是您的儿子，父亲就不是了吗？这么多年，父亲一直畏惧，就是因为心中还一直记挂着母亲。如今大哥找到了，更能证明他所言非虚。我真正的龙凤胎哥哥早就被调包了，被调包的那个人就是沈浩。可是你没有证据啊！我不仅有证据，我还有证人。祖母，我需要你配合我演一出戏，届时我会让你看到二房他们真正的面目。这个沈唐竟然算计我！二婶，我不要做昌平侯世子的妾，我要做晋王侯世子妃。二婶，你帮帮我，帮帮我！放心，二婶一定会帮你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真是沉不住气。告诉祖母，计划可以开始了。是。老二家，我明日要离京2天，这府中大大小小的事务，就先交由你来掌管。母亲放心。去见了萧恒，他怎么样了？和我想象的有些不太一样，他反应很平淡，而且他好像失去了小时候所有的记忆，一点都不记得我和祖母了。我第一次见萧恒的时候，还是在宁王府的死尸营里，他当时刚被宁王从难民窟里捡回来，见谁就咬，谁给他一口吃的，他就管谁叫娘。之后，宁王的世子去世了。宁王妃每日以泪洗面，他总是笑很都怪我没有早一点找到大哥。这事情也不能怪你，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。
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现在已经不是你能管得了的。就算萧红是你大哥，短时间内他也没有办法认祖归宗，还是得继续做宁王的世子。除非我的父亲去找宁老白的亲事。好，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？你的要求怎么这么多？就一个，最后一个，算我求你了。你说，帮我去百花楼找一个人。快！我们不会被发现吧？哎，你放心吧，你老不死的已经走了，二婶已经打点好了。你拿着这些钱去江南找你的外祖父，知道吗？先去躲些时日，然后再回来，知道吗？赶紧！站住！二婶和长姐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没，我们哪儿也不去。哪儿也不去，为何要在半夜开着府里的私铺？我只是来库房看了看，帮你进去打点一下。是吗？二婶可还记得这9封血迹图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。这9封血迹图是我母亲的陪嫁之一，也是前朝周部大师的真迹。二婶不妨解释一下，这幅画怎么会出现在昌平侯府的墨宝阁之中？老二家的，你竟敢盗用私库！你们怎么知道这是真的？万一是个赝品，是他来栽赃诬陷我的。对啊，昌平侯那是叶贵妃之父，那是国丈，他的东西怎么会在你手里？看来长姐你还不知道吧？这昌平侯府和永明伯府一同勾结贪墨赈灾引礼，已经被圣上下旨抄家了。什么？老夫人，我是一时迷了心窍，我只是不想孩儿嫁给世子那样的人罢了。我就好奇了，这长姐是我大姐，又不是二婶你的亲生女，为何二婶要对长姐这么好？因为她是我们侯府的嫡长女啊。是吗？那二婶看看这个人，你可认得？你是谁？二婶看起来很惊慌啊，莫非你是认出来了？不认识。你怎么会不认识他？当年可是你亲手将他给扔出去，他就是我大夫沈天。什么？父亲，二叔，你们终于来了。桃儿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他真是你大哥？父亲，你快看看他手臂上的胎记，是不是和大哥小时候的一模一样？没错，就是这个胎记。妍儿小时候总说因为这个胎记被人笑话，你就是我的妍儿，你是我的妍儿啊！父亲，妍儿，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？你是怎么走丢的？父亲，这件事情就要问问二叔了。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？当年妍儿走丢的时候，我又不在现场。当年你确实不在现场，可是你参与的事多了去了，包括陷害祖母的丫鬟春兰。你胡说八道！谁陷害谁呀？她一个婢女有什么好值得我陷害的？今天这件事不是我一人作为，跟我家老爷无关。他是不是他要脸呢？看来二叔二婶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。来人，把春兰给我带上。变成这副模样了。从18年前被绑架离京那日开始，奴婢就无一日不想着再回到太太身边，原以为这辈子都没机会再活着见到太太，没想到还有回到平远侯府的一天。绑架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快跟我说一说。老太太，你不要相信她，她就是个婢女，她知道什么？二婶，你怕什么？
我怕。二婶，你要是不怕，你抖什么呀？春兰是在我母亲生我那日失踪的，我母亲怀疑春兰的失踪与我二哥被偷换有关，所以才让我父亲满京城去找春兰。今日我把春兰带回来，就是为了让祖母和父亲好好问问她到底知道些什么。春兰，知道什么都说出来。夫人生产那日，太太去大昭寺上香，回来时，夫人已经把孩子生下来了。太太去看夫人，我独自回北院，走着小路，隐隐约约听到有孩子的哭声，就看见二太太身边的孙妈妈拎着个食盒，在鬼鬼祟祟的要出府。我觉得奇怪，就跟上去看着。奴婢看着孙妈妈出了府，看着她出了城，找一座荒山，在一棵大树下刨口。奴婢当时还觉得奇怪，就看到孙妈妈从石头里冒出来一个婴儿，要将她活埋。什么？还有呢？继续说。你把孙妈妈抬去，将那孩子抱了出来。那孩子是男是女？是个男孩。什么？是个男孩？没错。奴婢将小少爷抱出来时，他还活着。奴婢原想悄悄把孩子抱回后府，可是回来的路上遇见了二太太，他们离了婚，将我手脚打断，还把我卖入监牢。要不是奴婢命，早就死了。这个贱人，你我无冤无仇，你为何如此再三陷害我？当年绑架奴婢的那几个人，一个叫滚刀肉，一个叫二狗子，还有一个叫瘦狗。他们三个害苦了奴婢，奴婢死也记得他们。我要是不信，只管派人去查，只要他们还有一个活着，就知道奴婢没有撒谎。来人，侯爷，去大理寺查查，有没有这3个人。给背后带过来，有的话给背后带过来。是。老夫人，我跟大姐侯爷，二姑娘的人将那地痞带进府了，带进来。是。春兰姑娘所说的3个地痞，如今只剩这位滚刀肉了。你们抓我来做什么？你可还记得我？15年前，在城外的荒山，你和另外2个地痞是不是追过一个拎着食盒的丫鬟，还把她卖给了人牙子？此事你怎么知道？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部给我说出来。哼，你让我说我就说啊。那日，我和二狗子收皮后去荒山，我知道的我都说了。我不知道啊，见是个孩子我就没管。畜生！带走。是。快送他回去休息。春兰说出当年实情，你说他是受人指使，故意污蔑。如今地痞也找来了，你依旧认为他们是污蔑。不如我现在去大理寺敲鸣冤鼓，让大理寺的人好好查查。娘，我知道错了，这件事情是我做的，跟孩儿无关，你放过孩儿吧。留下！你这个毒妇，害死大嫂，害得侯府家宅不宁，我今天就休了你！母亲，大哥，这一切都是那毒妇所为，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啊！还请你们就事论事，不要误伤好人啊！沈明远，这一切都是你让我做的，是你自己得了热结症，再也生不出孩子，你让我想了这个办法，现在东窗事发，你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赖在我的头上，你说你有没有良心？闭嘴！闭嘴！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！我和大哥乃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？大哥，母亲，这一切都是这个毒妇的谗言，儿子真的没做过。二弟，那我问你，这些年你为何不生孩子？我二叔的病在太医院都有明明白白的记载，二叔若是不承认，我大可以去找院士。
来跟你当面对质。不行，不能行！娘，我是你10月怀胎生出来的，别人可以不信我，你还能不信我吗？老儿，你真的干过这件事情吗？我没有。我要你说真话。是你，今天人证物证都在，你以为你真的逃得了吗？闭嘴！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！这件事就是你们。虽然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处理了。娘，娘！母亲开！韩然，你二人包藏祸心，谋害我侯府子嗣。今日起，从侯府出名，我送至大理寺，听候发落。大哥，你不能这样对我啊！大哥，你不能这样对我的。阿神，阿叔，孩儿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父亲，我与二姐还有一些话想说。妍儿，跟我走。长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是平远侯府嫡长女，昌平侯府侧妃。你若敢对我怎样，叶贵妃不会放过你的。原来叶贵妃就是你的靠山，很可惜，她已经死了。你胡说！叶贵妃她母仪天下，怎么会死呢？那如果她蓄意谋害皇嗣，纵人亲属贪污，祸乱朝纲呢？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我大哥15年的人生，该还回来了。来人呐！我是平远侯府嫡女，昌平侯府侧妃。我将来会母仪天下。唐姑娘，我家主子说，明日花灯节，他会让你知道他是谁。我知道了。这誓言已是命中最美的相见。改日陪姑娘染新呢。笑容更是个你的脸，再一遍记起从前的一天一天，即便我不在身边，记住我会在你身边。这回怎么没放河灯啊？年年放，年年愿望都没有实现过，不想再放。今年
一定让你实现愿望。你究竟是谁？你心里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？我要你亲自告诉我。果然是你。你不是答应过我你不会跑的吗？谢归墨，你耍我很好玩吗？我没有要骗你，我答应要娶你就一定会娶。只是花灯会之后出了岔子，皇上和祖父安排我离京办事，事出很急，所以我就想着让祖父去平远侯府帮我提亲。可是没想到祖父弄错了。等我回到京城之后，满京都知道我与你长姐定亲了。知道事情弄错之后，我就赶紧想办法想要娶你。可是我千算万算都没有想到，我晋阳王府的花轿都抬到你门口，你居然守寡都不愿意嫁给我。那大昭寺的下签也是你弄的？对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次我一定会努力学习怎么爱一个人。谢归墨，你就只有这一次机会，你要是再弄丢我，我可就真的走了。